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这部影片为大家介绍一只长得像熊猫的滑鼠 Voxy Seagen NP01S。Voxy 是一个快速在 CSGO 职业选手间窜红的新品牌，目前选手使用率已经快速的来到 9%， 超越了我们印象中的滑鼠大厂 Razer。NP01S 是他们最新的产品，也就是大受好评的 NP01的缩小版。我们就从里面满满的细节认真来看一下，为什么职业电竞选手愿意换到这个新品牌的滑鼠来打比赛。首先 ，NP01S 是一个非典型对称型外形。为什么说非典型？是因为它是为右手设计的对称型滑鼠，针对拇指跟无名指、小指都有特别的设计。长度120厘米，握宽57厘米，最宽处62厘米。这是一只中小型滑鼠，高度36厘米，低鼠背，跟之前谈过的 FK2 一样，但实际握感有很大的区别。首先是我提过的给拇指的部分。NP01S 靠近尾部这边有一个突出的弧度，目的是让拇指扣进来的时候可以更舒适，抓起来抬鼠更容易。右边也做了一个小曲线，如果你的无名指跟小指习惯放在侧面，尤其是扣进来放在中段的使用者，这个曲线就可以让你的手指更有空间摆放。接下来是鼠背高度的位置是偏后侧的，这边我们拿另外一只同样是36厘米高的 Glorious Model O- 来做比较，就可以看到区别。Model O- 的高点就比较偏中间，刚刚提到的侧面跟最高点位置加起来，就会让你实际握 NP01S 的时候，高点往你手掌下缘去填满空间。尾部两侧拉宽的曲线也会碰触拇指跟小指部分的肉，给你一种饱满的感觉。这时候如果你是爪握，你的指根部分还是可以维持悬空，但这个饱满感是因为我的手比较小，如果你的手很大，感觉可能会不一样。实际上，左侧外凸程度相对于比较大的 NP01来讲，其实稍微是有点内收的。拇指跟手指中间会有一个悬空的空间。材质上，我是选择白色料面，跟我之前介绍过的白色 FK2 一样。如果你不太会出手汗的话，这个材质会黏住你的手，提升控制感。如果你很会出手汗的话，当然也有雾黑色可以选。看到这边，你应该已经想问，为什么白色鼠身按键没有也做成白色？这是因为 Voxy 测试后发现，如果按键烤漆上成白色，有可能会造成左右键手感不一。他们认为手感的一致性比外观的一致性重要。这边就可以看出 Voxy 对滑鼠设计的理念是手感优先，这个小尖词也就是熊猫鼠这个绰号的来源啦。材质是 ABS， 但是做了咬花，用一阵子防滑的效果并不差。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按键会滑，但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样的问题。按键是华诺的60克微动，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按键。首先虽然是分离式设计，但完全不会晃动，按下去轻手，但不会轻到容易误触。行程不长，压到底回馈感非常明确，而且几乎没有多余的后行程。需要连点的时候，一点一点都可以非常明确。按住压枪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负担感，给我的感觉是我按下去的时候就知道底在那里，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训练我自己记住那个力道，用很轻松的方式按住压枪。另外 Voxy 研究后发现，很多玩家在压枪的时候，指头其实是会在按键上面移动的，所以尽可能的让点击各区块手感一致。这是非常厉害的小细节。滚轮是24段，这个意思是同样大小的滚轮有更多的段数，格与格之间距离就会减少。这对游戏带来的优势是滚下去触发速度会比较快，但是 Voxy 还是有把明确的段落做出来，让你不会想滚一段就滚到2段。当然24个日常生活拿来浏览网页也比16个好用得多。手感上格与格之间非常紧凑明确，声音像 Zowie 那样蛮大声的，压下去的行程短，而且蛮重手，我不会推荐放太常用的功能。侧键因为低鼠身，所以做的比较细长，两个按键中间就是一条缝，没有做太多的分割。我个人认为没有帮助拇指辨识前后键有点可惜，但经过一阵子训练习惯了就没有问题。按键手感很利落，也没有多余的后行程。这边做一个声音测试给大家听听看。底部可以看到2大片0.6厘米自己配方的 PTFE 鼠脚，跟 Zowie 的很类似，但它更滑一点。感应器是顶级的 PMW3389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。搭配这个品质优良的底板跟鼠贴，运作起来非常完美。下面有3组按键，让这个滑鼠随插即用，不用软体。先看到这3个按键做得很凹入，
基本上你用指腹是很难按进去的，要用点指甲才比较好按。这也是一个防止误触的小细节。左边是 DPI 键，红色400，紫色800，蓝色1600，绿色3200。中间是回报率的设定键，选手比较多用500或是1000。最右边这边是按键反应速度，2毫秒到8毫秒，这边不一定是越快越好，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适合自己的设定。这个滑水可以透过组合键去改变工作高度，但如果你用起来没有问题的话，就不需要去动它。线材是2公尺的闪神线，出线头有做上扬来减少摩擦桌面的机会，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简单又有效的设计了。这个闪神线不是最软的那种，但这个弹性或者我们说塑形性，让你使用属线夹的时候，可以让夹子前面这个部分尽可能拉高悬空。增加悬空的长度，让 DPI 的玩家更有空间。虽然你还是会感觉到线的存在，但这是 Voxy 对有线滑鼠的折中。另外，这个线材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如果你拉直的时候，外层跟里面线的空间减少，所以会变硬。所以属线夹这边可以拉直，争取悬空的长度。这时候滑鼠线头这边就可以推进去，让线的外层制造一点空间。这时候线就会相对比较软。你使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感觉到线的存在。重量部分不含线材是71克，含线实际测量大约75克，不是最轻量化的，但已经够轻了。Voxy 也没有想要去拼60几克的重量，因为整体结构稳定度更重要。我非常同意这个做法。而且这个很中间值的重量代表玩家从其他滑鼠转换过来的时候，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习惯。我举个例子，我的 Model O- 是58克，我平常在用的滑鼠是80克，所以每次我要换过来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它太轻，瞄准的时候会晃动，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重新习惯。没有挖孔的设计，这是一个做工组装非常扎实的滑鼠，零件的间距很小，塑胶鼠身用力捏也捏不进去，不夸张，捏起来像捏一整块实心的塑胶。这是我用过少数有跟 Zowie 一样优秀品质的滑鼠。讲到这边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Voxy 滑鼠的特色，没有任何不必要的 RGB 或是花俏的功能，相对的重视扎实的做工、优秀的性能、对细节的坚持，完全针对职业选手竞赛使用而设计。透过一次一次的体验会吸收玩家建议，以前我们对 Zowie 滑鼠的期许都在 Voxy 滑鼠上得到实现。这也是为什么 Voxy 身为一个新品牌能马上被职业选手接受的原因。这2年最顶尖的 CSGO 选手载物目前就正在使用 NP01S 还有 NP01。另外，我拍摄这部影片的期间，他也正在使用我前面介绍过的海盗船 K70 RGB TKL 键盘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看。台币1890的价格 ，Voxy C 跟 NP01S 是我用过最好的有线滑鼠，没有之一。如果你喜欢这种非典型对称式外形，喜欢填满手掌下缘的手感，那这支滑鼠绝对值得你尝试。Voxy 前面也有推出过稍微高一点的 NP01，还有右手人体工学外形的 AX， 都有着一样的品质。喜欢不同外形的观众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防疫请先停好好，待在家里打游戏、玩滑鼠、玩游戏、打滑鼠。我是 Jim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